如果连欧阳修和苏东坡在京城都买不起房，今晚你真的不用再为难自己了。上个长夜，我们陪着东坡先生在黄州的冷雨夜里熬了一宿。今晚掌柜不让你吃苦了。外面正下着小雪，掌柜带你来全大宋最热闹，连皇室都时常光顾的顶级正殿丰乐楼，民间也唤它樊楼。进来吧，风雪都被雕花大窗挡在外面了。这间独立阁楼暖阁，墙边设着火墙，屋内数盆炭火烘得满是温热。桌上这壶羊羔美酒，掌柜刚帮你烫好。今晚我们不聊严肃的历史，我们就坐在这间耗资不菲的独立阁楼里，一边看着窗外汴京夜市的灯火，一边聊聊1000年前北宋的深夜所唤外宋，还有让一代文豪们憋屈半生的京城房价真实记录。欢迎来到长夜客栈。今晚我们借宿北宋汴京丰乐楼。坐下来喝口酒。你一边看着窗外的车水马龙，可能一边在想，能在这么繁华的京城买套房，得是什么神仙家庭啊。掌柜告诉你个秘密，好让被房价房租压得喘不过气的你稍稍平衡心绪。在1000年前的北宋汴京，市中心的房价高到离谱。当时欧阳修、苏东坡在朝廷里可都是当到了高官重臣，结果呢，这两人穷尽半生，在京城硬是买不起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欧阳修就曾写诗自嘲过：哎，我来到京城当官，连个能遮风挡雨的小破屋都没有，只能在偏僻的巷弄里租一间老破房，跟左邻右舍挤在简陋的小弄堂里过日子。他常年租住在狭窄的老屋里，只要官职一调动，全家老小就得跟着收拾行李搬家，大半辈子都在漂泊。他直到40多岁才总算在颍州买了点田地房产。到了50岁，在京城里却依然连个属于自己的落脚处都没有。苏东坡就更窘迫了，当了一辈子官，儿子在汴京成亲时，因为家无私宅，只能硬着头皮向朋友借房子办婚礼。直到晚年，他还是掏空了积蓄，甚至向弟弟苏辙借了7000贯钱，才总算在宜兴买下一处栖身之所。宋代还有不成文的官场规矩，官员退休后不可以长久滞留任官大城。意思是，如果你在京城没有登记房产，当官退休后，对不起，请立刻搬出京城，回自己的老家去。所以，今晚正为房贷、房租焦虑的你，真的不用太内耗。跨越1000年，这座城市的钢筋水泥，或者说是砖瓦木石，从来没对普通人温柔过。买不起房没关系，大宋的夜晚从来不会亏待任何一个饥饿的灵魂。此时此刻，你坐在丰乐楼的独立阁楼，望向窗外，虽然已经是后半夜了，但大街上依然灯火通明。大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逐步放松宵禁束缚的朝代。在我们熟悉的唐朝故事里，
闭门鼓声一响，长安城的大街便要落锁封街。若有人在夜里无故街游，可是要受官府责罚的。那时的深夜，偌大的朱雀大街空无一人，整座城池静悄悄地沉入夜色。但到了北宋，一切都不一样了。从宋仁宗那时候开始，宵禁几乎形同虚设，就像《东京梦华录》里写的那样，汴京的夜市一直热闹到半夜3更才渐渐散去。可才过了1-2个时辰，早市的小贩们就已经开张吆喝了。那时候的汴京根本就是一座永不停息、属于普通人的不夜城。白天的辛苦和忙碌，到了深夜，消解疲惫最好的方式就是叫外卖。在宋代，大家把点餐配送叫做所唤。当时的各大酒楼都会专门雇佣一些穿梭在街头巷尾的跑腿小哥，叫做闲汉，专门负责帮客人跑腿送餐。你看，今晚坐在咱们丰乐楼的暖阁里，要是突然想吃几条街以外某个路边摊的特色小吃，根本不用自己冒着风雪跑出去，只要跟丰乐楼的侍者说一声，他们就会立刻派专门的跑腿小哥帮你去买。不过你可能会好奇，这大冷天的从几条街外一路送过来，这菜送到了，岂不早就凉透了吗？这就不得不夸夸1000年前古人的黑科技了。那时有个叫温盘的保温神器，它是一种双层的青瓷盘子，中间是空心的，出发前里面早已灌满了滚烫的热水。就算外面下着大雪，当小哥穿过大街小巷把菜送到你面前，掀开盖子的那一瞬间，不管是热气腾腾的旋煎羊白肠，还是奶香四溢的低酥鲍螺，都还聚着满满的热气，跟刚出锅时一模一样。这份对宵夜的热爱可不只是平民百姓的专利，连宫里的皇帝都逃不过。不过这段故事咱们得稍微把时间往后挪一挪，换到南宋的临安城。有一天深夜，宋孝宗在宫里批阅奏章累了，肚子饿得咕噜噜叫，可他嫌弃御膳房做的夜宵太精致，没有烟火气。于是这位皇帝干脆掏出私房钱，吩咐贴身太监乔装打扮，悄悄溜出宫去，到民间夜市所唤外送。那天晚上，他点了临安城非常有名的香糖果子，还有市井百姓最爱吃刚出炉的糊饼。你看，不论是一国帝王还是市井百姓，在1000年前的寒冬长夜里，大家都是靠着这一碗热气腾腾的食物来抵挡生活的寒凉。这跟此时此刻蜷缩在沙发上刚下单点了一份外卖的你又有什么分别呢？酒喝得差不多了，外面的小雪好像也停了。你瞧，远处宣德门外的灯火开始一盏盏熄灭，整座汴京城终于要在这漫天的风雪里沉沉睡去了。这个世界有时候挺荒谬的，房价很高，职场很卷，生活也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委屈。但1000年前大宋的普通人，用夜市
用跑腿所换，用深夜里的一壶温酒告诉我们：世界是别人的，但生活是自己的，日子永远可以是热的。好了，掌柜这就打住，不打扰你了。阁楼里的炭火正暖，你只管靠在软榻上，慢慢地闭上双眼，听一听1000年前这座汴京城留在岁月里的那一缕温柔烟火。今晚就把白天所有的内耗与焦虑，通通留在丰乐楼的雕花窗外吧。不论明天如何，至少在今晚，你值得一个微醺而温暖的好梦。祝你一夜好眠，我们下个长夜再见。